皇上，玉儿家单禀报，今儿早上娘娘开始进食了。真的？真的？进多少？半盘小米粥，一个馒头。嘿，玉儿都快乐死了。好，太好了。这样，咱们下完朝以后啊，一块去瞅瞅他去啊。然而，等朱元璋满心欢喜地赶往马皇后的寝宫时，迎接他的却是一道惊天噩耗。他刚一踏进后宫，玉儿就慌慌张张地冲了出来。怎么了？昨夜娘娘病势突然严重，清早醒来，两大娘奴婢都认不出来了。朱元璋听后彻底傻眼了，随后他慌忙地冲进内殿查看马皇后的情况。此时的朱元璋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妹子连自己都认不得了该怎么办。妹子，朱元璋压着颤抖的嗓音呼喊着妹子，也正是这刻在骨子里的声音，让原本眼神涣散的马皇后重新焕发出了微弱的光芒。重宝，你瞧瞧，妹子一下子就把咱给认出来了。得到马皇后轻声回应的朱元璋开心的像个200斤孩子，紧绷着的神经在此刻终于有了片刻的舒展。随即朱元璋不敢有丝毫耽搁，他赶忙将虚弱的马皇后小心翼翼扶起来，并亲手把玉儿刚熬好的汤药一勺一勺喂进马皇后的嘴里。两位恩爱相伴几十年的夫妻在此刻尽显难得的温存。朱元璋身上再也没有了平日里杀伐决断带来的戾气，现在的他心里没有朝堂，没有权谋，只希望自己的妹子能重新焕发生机，往后的日子里还能像从前那样有事没事就和他拌嘴。妹子，你要听哥话，你要好好的调理，你千万不能怎样？不能死喽！朱元璋心里清楚，马皇后的身子已经油尽灯枯，眼前这短暂的清醒很有可能是他最后的回光返照。但朱元璋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接受挚爱即将离自己而去这个结果。他轻声宽慰马皇后，往后一定要好好吃药，好好调养身体。他们俩这么多年打天下，还没来得及游历过大明的大好河山。只要马皇后平安度过这一劫，自己往后一定谨遵马皇后的教诲，再也不和他顶嘴闹别。朱元璋甚至已经把两人的往后生活都安排好了。再过不久，他就会把大明江山传到儿子朱标手里。到那时，自己不再过问朝政，一心只带着马皇后游山玩水。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要一死，再没人叫咱重八了。就为你这个，我也要好起来。马皇后听后仿佛又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，她强撑着力气端起面前的药碗一口喝完，随即便在朱元璋宽广温暖的臂膀中沉沉睡去。而这一幕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。等确认马皇后彻底睡熟后，朱元璋立马就向太医院传下了一道旨意：你们听着，有什么3长2短的话，你们也就不用活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能彻底治好马皇后，朱元璋还下令昭告整个天下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能医好皇后的顽疾，都能获得数不清的恩典。谁能够把皇后给治好啊？上万金，封万户侯。皇上，这道旨意您昨天已经下过了。再下，从今儿起一人一旨。只可惜天道最是无情，朱元璋即便有再多的不舍，也改变不了马皇后生命将尽的事实。而马皇后自己也十分清楚，她已经油尽灯枯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趁着朱元璋暂时离开的间隙，她将贴身丫鬟玉儿叫到床边，仔细交代后事。马皇后心里明白，朱元璋爱她已经爱到了偏执的地步，自己死后，朱元璋盛怒之下势必会下令让所有参与诊治的太医为他陪葬。于是为了替这些服侍自己许久的太医们争取到一条活路，马皇后吩咐玉儿赶紧带着他们连夜出城，跑得越远越好，有生之年千万不要再踏足京城一步。娘娘，送他们出宫，他们伺候我这么久，不该死的，你去呀，快去！玉儿听后是悲痛欲绝，她没想到马皇后即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旧是心系旁人。直到马皇后交代完所有事宜后，玉儿才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。你好好的保重，我先走了。公元1382年的8月，年仅51岁的孝慈高皇后马氏病天离世。她不仅在朱元璋起兵时为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淮西嫁妆，更是在大明开国后严管后宫，节俭爱民。后世对她的评价也是旷古烁今的千古第一贤后。当二虎得知马皇后病天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便慌慌张张跑进了朱元璋的御书房。此时的老朱正埋着头忙于处理堆积的政务，他还傻乎乎的以为二虎只是来劝他早些歇息。娘娘病天了，